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买同模换色，但是我确实更加喜欢紫色，而且 SS86 闹翻天确实也是我收集 Seekers 显像1号以及爆印13虎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啊。现在我的经典线13虎就等着我们的新野餐队长出货啦。变形金刚看鲨鱼与您分享好玩具。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鲨鱼头。本期视频给各位带来的是 SS86 闹翻天。本款玩具为个人花费0.0238万元购入，全程无广，请朋友们放心观看。作为 SS86 金天雷的改模换色产品，这款闹翻天整体的配色还是比较好的还原了设定图的。闹翻天的头条表情和文青相比是有所差异的严肃脸，这两个家伙确实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啊。他的眼睛也终于没有金天雷透明剑上红漆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而是直接使用了整块的透明红色零件，眼睛整体透光性比金天雷真的好处太多了。在非灯罩的情况下，红色也显得非常鲜艳啊。闹翻天驾驶舱机盖使用的透明零件颜色也比金天雷要更加浅一些，其身上的灰色相比金天雷则是要显得更深一些，这点对于动画设定的还原倒是非常细节啊！怎么有的地方做的就那么差呢？如果不是闹翻天通体换成了紫黑色的话，我可能也看不出金天雷和他的膝盖一样有着浅蓝色的涂装啊。他脚部的灰色涂装甚至比金天雷喷的要更全一些。86闹翻天的配色看起来真的很完美，对吧？他的肩膀偏偏就要奇差一招，使用了黑色的原色零件，而不是设定与 MP 玩具中同款的紫色肩膀。这里使用黑色零件的原因大概率是考虑到红蜘蛛和金天雷肩膀配色与大臂相同，索性将肩膀和大臂的零件做在了同一块板件上。虽然个人觉得新86 Seekers 的料子比较油润，但是上漆应该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省这么一点啊。也许是围城和86红蜘蛛令人痛心疾首的掉漆，让海基选择这种不做不错的办法吧。个人真的非常喜欢新86 Seekers 模具去除刻线的掌上 MP 化处理啊。但是目前除了金天雷闹翻天以及后续红蜘蛛以外，就只剩下这个家伙比较符合这种美型风格了。你到底是谁呀？哪怕 SS86 这条伴随我们多年的玩具线完结在即，后续的86角色却依旧在使用老模具进行重涂换色啊。哪来的巨乳萝莉？过2天我再说你。由于是同步换色，所以闹翻天与金天雷的可动并无差异。头部360度旋转，有着专门的低头关节，也可以使用球关进行抬头。肩膀侧抬90度，旋转360度。大臂去除奶射线，可以旋转360度，曲肘90度，拳头旋转360度。腰转角度并不大，但是对于其他 Seekers 模具来说已经很棒了。前踢45度，解锁裙甲前踢可达到90度，后踢60度左右，侧踢90度，屈膝90度。虽然它的接地范围有点小，但是高跟鞋造型接地太大也容易崴着脚嘛。脚尖由于变形结构可以向前翻折90度，它的变形结构基本也就是D出的 Plus 版本。虽然我在今天的那期视频已经演示过它的变形了，但是没有什么人看，所以请再看一遍吧。那么非常流畅的变形结束后，这架紫黑色的飞机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啦。我个人非常喜欢紫色，加上黑色更有真实载具的感觉，所以个人真的很喜欢闹翻天的载具样式啊！别因为我喜欢紫色就说我是 gay 啊！闹翻天和金天雷一样，载具形态的机舱盖可以进行打开，机头处也可以打开长长的起落架。虽然是同模具，但是个人认为闹翻天和金天雷的变形手感差距还是蛮大的。闹翻天机头卡扣部位略松，脚部卡扣也略松，一侧的小腿盖板有些过于紧实，尾翼部分插到底部也显得过于紧实。
闹翻天载具形态下侧围的角度调试的也比惊天雷更加好一些。好的，那么总结一下吧，这款 SS86 闹翻天虽然只是86惊天雷的同模换色产品，但是 CX 之间的性格差异也有很好的体现在模具的表情部分。细节方面，虽然闹翻天的肩膀配色制作错误，但是脚部的漆面以及部分变形手感，个人觉得还是有所修复的。希望后续的新86红蜘蛛可以有更优秀的漆面和手感表现吧。载具整体黑紫的表现，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我只能说，这种程度才能叫做飞机吧。大无畏那几个跷跷板，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家啄米去吧。这款86闹翻天整体的美术风格，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简洁加还原，称其为掌上 MP 也完全不为过。我真的很想要更多这样风格的模具啊。86惊天雷久居不下的价格，也是引发了某些国内 KO 厂商觊觎的目光。这款 KO 我也已经预定，后续到手会第一时间和各位分享，并且进行粉丝抽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小霞。总之，这款86闹翻天对于收集官方 Seekers 或者是13虎需求的朋友们，绝对是不容错过啦。如果只是想要体验手感的话，个人也更加推荐这款闹翻天，或者期待后续的新校勇士了。好的，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观看。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3连，关注我。我是柴头，希望带给您更好的魔玩分享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